各位乡亲老友，大家平安。入暑之后，来社区驻点挨训的长辈越来越多，大半前来找我闲聊的朋友都在抱怨身体接二连三冒出各种难受的小毛病。不少人每日睡醒总是懒懒怠怠，明明夜间睡眠时间充足，却依旧睁不开眼皮，浑身酸软，提不起元气。三餐饭饱之后，上腹总是闷胀滞涩，饭食滞留在胃部，迟迟无法消化。偶尔走进冷气空调房间待上片刻，腹部便会隐隐作痛，轻则肠胃轰鸣，重则直接腹泻跑厕。这样的身体困扰几乎占了夏日就诊长辈的70%左右。很多人自以为只是一时助凉，随意购买成药缓解眼前不适，反复用药却始终无法断根。来到我这边细细说明日常作息与饮食之后，才晓得所有不适的源头都来自脾胃阳气慢慢亏损。这也是我从医术10年，每年盛夏必定反复提醒身边熟人的重点。偏偏绝大多数民众对这件事抱有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白白浪费时间与金钱，走进养生的死胡同。许多长辈心里满是疑惑，盛夏季节气温屡屡飙高，屋外烈日炎炎，天地之间阳气充沛，照常理来说，人体内的阳气理应根柱蓬勃旺盛，怎么反倒会出现阳气不足的状况？这就是民间流传最广的养生迷思。多数人只凭外在气温高低，简单判断自身体内气血强弱，单纯认定天气越热，身体阳气越充足，完全不用花心思去保养温补，恰恰真实的人体运作逻辑与此背道而驰。一年四季当中，酷暑盛夏反而是体内阳气最容易悄悄耗散，渐渐空虚的阶段。今天我就凭借数十年在基层看诊、走访传统市集累积的亲身经历，用浅白通俗的家常话，一步步拆解其中缘由，帮助各位理清观念，避开养生路上的无数坑点。天气步入盛夏，周遭环境持续闷热，人体为了调控体温，排出多余热气，全身肌肤的毛孔会维持长时间张开的状态，身体里面绝大多数的气血资源都会源源不断朝柱体表、皮肤输送，用来对抗外界高温。如此一来，五脏六腑深处储存的气血就会随之变得薄弱空乏，内脏失去充足气血的守护，抵御寒邪的能力自然直线下滑。再加上暑热难耐，不论中老年族群或是年轻后辈，都很难克制嘴馋的欲望。正餐搭配冰凉饮料、冰品甜点变成日常习惯，居家时节整日待在低温冷气房，外出受烈日曝晒，进屋又立刻碰触寒气，身体长期在冷热两种极端环境之间来回切换，一冷一热的反复拉扯，最先承受损伤的脏腑便是脾胃。脾胃是人体负责承接一日三餐、运化水谷的核心器官，一旦脏腑内储藏的阳气遭寒气侵扰而日渐衰微，原本完备的消化运化机能便会逐步退步。我们吃进肚子的米饭、蔬菜、肉类等各类食材，没办法顺利经过脾胃转化，变成滋养全身经络与脏腑的营养气血，剩余无法代谢的残余杂质，长时间滞留腹腔当中，日积月累转化成湿气与滞气，堆积在肠胃各处，滞气淤堵不通，湿气弥漫内脏，后续便陆续衍生出饭后腹胀难消、食物滞胃不化、粪便软烂不成形、整日浑身疲累懒动等一连串亚健康症状。这些看似零碎轻微的小毛病，从来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冒出，全是数月甚至数年不良饮食与生活习惯累积而成。很多长辈总是等到身体不适加剧，才后悔过往，忽视身体细节，错过最轻松调养的黄金时机。自古流传下来的养生观念当中，春夏扶阳是经过无数前人生活验证的实用准则。这句口诀从来不是毫无根据的空谈，而是历代百姓顺应四季节气变化总结出来的生活智慧。
只要抓紧剩下这个关键调养窗口期，循序渐进温养脾胃阳气，不用依赖价格高昂的保健品，仅靠日常3餐食材调整，就可以改善当下身体各式各样的难受反应，让身体舒服度大幅提升。更为关键的是，夏日把阳气补养妥当，等到秋风渐起，气温转凉，再步入寒冬冷冽季节之时，脾胃虚寒复发，换季容易感冒拉肚子的发生几率能够明显降低，减少频繁就医购药的开销。这也是我多年以来坚持劝导身边亲友夏日少碰冰食，适度温补的重要原因。养生从来不存在一蹴而就的神奇方法，所有身体的正向改变全部藏在每日点点滴滴的饮食选择里，日积月累才能慢慢收获成效。每当在社区和长辈闲聊起夏日温补阳气可用的食材，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永远离不开生姜与羊肉2样家常食材。不过，依据我常年观察民众饮食习惯累积的经验，这2样大众熟知的补品在盛夏环境当中都存在难以回避的使用短板。羊肉肉质厚重温热，所含营养偏燥燥性，盛夏天地暑气弥漫，人体内本身便囤积不少热气，过量食用羊肉很容易造成体内热气淤积，诱发口前上火、喉咙肿痛、口舌生疮等各种热象反应，并不适合盛夏作为日常常态补养食材。至民间随处可见的生姜，绝大部分的使用场景仅限缀烹饪取腥，少许入锅调味，单独做菜的食用频率极低。单靠少量姜片很难达到平稳温养脾胃阳气的实际效果。想要寻找一款应季盛产、售价亲民，既能补益阳气又不容易滋生内火的家常蔬菜，新鲜嫩茴香苗便是我数十年来反复推荐给身边长辈的优选食材。绝大部分民众对分茴香的认知仅局限在晒前烘制之后的茴香种子，平日多用在卤煮肉品、熬制卤汤时当作香料，几乎没有人留意传统菜摊上面翠绿嫩鲜的新鲜茴香嫩茎嫩叶。实际上，整株茴香里面养生价值最高、最适合入夏食用的部位正是新鲜嫩苗。恰逢盛夏时节，全台各地乡镇市集、传统菜市场当中，茴香大面积采收上市，产量充足，供应稳定，一大把嫩茴香的采购花费仅在新台币10余元，低廉的售价让普通家庭毫无经济负担，不用花大钱购买各式各样包装精美、价格虚高的养生产品，依靠菜市场随手可得的平价食蔬，就能在1日3餐里完成基础的脾胃调理。这也是茴香能够常年备受我推荐的关键因素之一。从食材属性来说，新鲜茴香嫩苗性温，入口带有轻微辛香。营养调理的作用主要归属脾胃与肾脏2处脏腑，它区别市面多数单项补阳食材的独特亮点在桌。常见温补食材大多只专注补充体内亏空的阳气，却忽略身体气机疏通的重要性，一味进补而气血淤堵，补进体内的营养无法正常循环流动，囤积之后自然而然诱发燥热上火的问题。茴香却能够做到补益与疏通双线并行，一边慢慢补充脾胃常年亏损的阳气底气，一边疏通腹腔内瘀滞堆积的滞气，同步实现温中散寒、消胀理气的双重作用。气机在体内顺畅运行，没有淤堵空间，腹部闷胀、胃寒隐痛的各类不适就会逐步缓解。这也是无数长辈亲身试吃之后纷纷回馈身体状况改善的根本原因。不少前来门诊闲谈的银发朋友都曾分享过相似的用餐困扰。正餐吃完饭菜之后，胃部时常堵胀滞涩难耐，手掌轻轻按压上腹之处，便能感受到一点舒适。一旦碰触冷风或是冰凉饮食，胃部随即隐隐抽痛，这便是脾胃积寒、气机瘀滞的典型表迹。依照我接触过的大量民众反馈，连续3至5日在3餐当中搭配新鲜茴香制作的料理，大半人群都能够明显察觉
胃部滞胀感慢慢减轻，往日不振的食欲也会跟住循序恢复。不用依赖各式瓶装保健食品，靠家常餐食循序调理亚健康状态，正是平民阶层最务实、最容易落地的养生办法。养生从来不是有钱人的专属，是善用在地当季平价食材，普通人一样能够守护自身脏腑健康。接下来，我结合自身数十年居家烹饪累积的食物经验，仔细分享4款操作门槛极低、厨房新手也能快速上手的茴香家常料理。每一道菜式步骤简化，没有繁琐工序，调味用料精简克制，最大限度保留茴香原本温养的食材属性，适合全家中老年成员依照自身口味轮替搭配食用。日常变换菜式，不用担心吃腻，长期食用也不会给身体增添多余负担。第一道家常料理便是茴香嫩苗炒蛋。采买回家的新鲜茴香，先剔除粗硬老梗，仅保留脆嫩茎叶，细细切成碎末备用。随后准备3颗新鲜土鸡蛋打入瓷碗，使用筷子充分搅拌至蛋黄蛋清完全融合。起锅之后，锅面仅需薄涂一层食用油即可，全程维持小火慢炒的烹调节奏。软嫩润泽的鸡蛋搭配温和通气的茴香，两样食材属性互补搭配在一块，补益阳气却不会燥热津质。翻炒过程严格避开大火爆炒，等到茴香翠绿色泽微微变浅之际，立刻关火盛盘出菜。这样的烹制方式可以牢牢锁住茴香独特的天然辛香，入口清爽，少油不腻。无论是当作早餐配菜，或是晚餐佐餐小菜，都十分契合夏日饮食需求，也是很多独居长辈最常做的简单菜式。第二道实用吃法便是茴香做现包制水饺或是蒸饺吃。切制完毕的茴香碎末可以分为2种搭配路线，喜爱肉食口感的朋友挑选3分油脂、7分瘦肉的新鲜猪肉绞馅，偏向清淡素食饮食的长辈直接搭配小火炒香的鸡蛋碎末。茴香本身自带浓厚天然辛香，调味全程只需要少量精盐与纯香油就足够，完全不用额外添加生姜、大葱、大蒜以及各类重口酱料。厚重调味品容易破坏茴香原本的温阳属性。包制完毕的饺子可以选择下水滚煮至全部浮上水面，也能够放进竹制蒸笼隔水蒸熟，务必趁热入口食用。刚出锅的热饺下肚之后，温热感从胃部缓缓蔓延至四肢躯干，体内囤积的浅层寒气随之慢慢散开，饱腹的同时还能温润调养脾胃。不少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每年夏季都会分批包制大量茴香馅水饺，冷冻存放dry冰箱内，平日忙碌没空做菜之时，随时取出烹煮，省时便捷，还能兼顾养生需求。这道馅料料理也是华人民间延续数十年的经典养生食方。第3款料理专门对应夏季暑热、没胃口、厌恶油腻重口的饮食族群，也就是清爽凉拌茴香。嫩茴香摘洗前净之后，切至成掌段，烧滚清水，短暂烫烫10余秒钟就快速捞起，随即立刻放进凉白开水当中快速降温。捞出之后，充分沥前食材多余水分，备妥蒜末、米醋、淡酿酱油与少许纯香油，混合调制简单淋汁，直接浇在茴香段上面，搅拌均匀就能直接上桌吃。入口脆嫩爽口，辛香开胃。暑热天气正餐毫无进食欲望之时，配上一小盘凉拌茴香，能够有效打开食欲，同时辅助疏通肠胃淤堵之气，是夏日餐桌上不可多得的冷盘选择。不论单吃或是搭配稀饭、面食都很合适。第4种最为省事的懒人吃法，便是茴香养生白米粥。是平日早晚闲暇之余熬煮大米白粥，等到粥体熬煮绵密稠厚，即将关火出锅的最后2分钟，丢入提前切细备妥的茴香碎末，盖上锅盖，小火焖煮片刻。白粥本身质地温润，对肠胃具备天然护养效果，搭配茴香的温阳散寒作用，
清晨空腹喝上一碗滚烫热粥，一整天下来，腹部时刻维持温暖舒畅，不容易因为外出吹冷气，随口食用冰品而出现腹泻胀气的状况。忙碌上班族、独居高龄长辈没有时间反复备菜烹饪，这道简单粥品就是最省心的日常养生方案。耗时短，食材简单，长期坚持食用就能收获缓慢的身体改善。茴香虽是价格平时适合大众日常摄取的养生好菜，不过食用层面依旧存在几项需要谨慎留意的细节条款。若是当下身体正处于喉咙红肿灼痛、体内燥热上火、咳嗽伴随黄脓痰液的阶段，就需要暂时停下食用。茴香等到体内热气逐步消退平复之后，再恢复少量入菜进食，避免食材本身温性加重身体既有的燥热不适。另外，茴香具备独特的天然辛香气味，部分初次接触这款蔬菜的长辈一时之间难以适应特殊香气，不用勉强自身一次性大量食用，可以由极小分量慢慢试吃，让味觉与肠胃消化系统循序渐进，适应食材属性。世间任何一款养生食材全都讲求循序渐进，过量盲目进食，非但无法收获调理效果，反倒徒增肠胃消化负担，得不偿失。说到这里，我也想跟荧幕前收看影片的各位老友掏掏心里话。从数十年来，我在各地社区接触过数以千计的银发长辈，大半辈子勤奋奔波，辛苦打拼，养家谋生。年轻时忙往生计，长期忽视日常三餐饮食保养，总是保持年轻体质，底子好，扛得住各类不良饮食习惯的错误想法。等到年岁迈入中老年阶段，各类亚健康毛病接二连三冒出头，年轻时辛苦积攒下来的积蓄大半都耗费在日常就医吃药之上。每每看见这样的真实境遇，我的内心总是充满遗憾与惋惜。养生从来不是花费大价钱疯狂采购昂贵保健食品，而是把一日三餐的食材挑选与搭配做好，善用在地当季平价蔬果，慢慢调整饮食习惯，花少许金钱就能稳稳守护自身脏腑健康，减少日后不必要的医疗开支。既然多数人的亚健康身体问题全是长年累月错误饮食与作息养成，自然也能够依靠点点滴滴修正三餐习惯，循序渐进把体质调整回归平稳状态。完全不用为了追求快速养生，强迫自己一刀切戒掉全部喜爱的家常美食，更不用极端忌口，让日常用餐变成心理负担。我们只需要每一天比前一天优化一个微小的饮食细节，少一口冰凉含糖饮品，多一口应季天然养生蔬菜，减少重油重盐的深加工料理摄取，日复一日积少成多，身体各项机能的正向变化自然会缓慢体现出来。养生贵在坚持，贵在从小事落地。最后也麻烦收看本期影片的好朋友，如果觉得本片分享的食材知识实用接地气，确实对家中长辈的夏日保养有所帮助，不妨帮忙点赞、分享、转发给身边亲朋与家中年长亲人。点击订阅频道并开启影片小铃铛，后续我会依照四季节气轮替，持续分享各个时节评价家常养生食材，拆解各式隐藏在生活当中的养生陷阱，帮助更多长辈避开错误养生方式。在此由衷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收看、支持与陪伴，我们下一档影片再继续相聚。